这呢是一只散养的土公鸡哈，本来是过年的时候提去我丈母娘家的，走之前我都给老板说了，还是放到冰箱里面忘了提去，现在就只有我们自己吃了。这个鸡我宰了半只下来，今天先吃半只，宰成大小均匀的块。今天做的这道菜叫老盐菜土飞鸡，所以在选择鸡的时候啊，一定要选择散养土鸡1年左右的，口感才好。饲料鸡的话，吃起来就不香了。红薯粉皮加一点温水，先泡发一下。这里还准备了一点我们本地的老盐菜，也用温水给它泡发一下。土鸡先下锅焯一下水，因为这个鸡肉冻过的嘛。来一点姜葱，葱比较贵就少放一点了。料酒，烧开皮去浮沫，再煮3分钟，捞出来冲洗干净就可以了。这个姜葱蒜都切成壳块儿。再来一点泡椒末放到一起，再来上一点八卦大料、香叶、桂皮。这个泡发好的干盐菜切成块，没有盐菜的朋友也可以用梅菜或者是笋干之类的，因为这个主要是增香的嘛。锅内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。这个春天的阳光明媚，我感觉比秋天的阳光明媚都更安逸，让人心里面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爽。菜籽油炼熟，下入焯好的鸡肉，大火翻炒匀净，鸡肉一定要煸炒一下，吃起来才会香。稍有煸炒过后，把盐菜也放进去，和鸡肉一起炒。鸡肉炒至表皮微微发黄，炒香后先倒出来。另起锅来一点红油，如果没有红油呢，直接用菜籽油就可以。下入准备的这些小料。再来一勺四川豆瓣儿、干辣椒和干花椒，加入水，烧开过后转最小火熬煮20分钟，把这些料的味道全部熬到汤里面来。这个汤熬来差不多了，用漏瓢把渣子过滤掉。当然不过滤，直接把鸡肉放进去一起烧也是可以的，但是没那么好看。现在下鸡肉和老盐菜。调味一点生抽酱油，来点料酒、胡椒。烧开过后转小火烧40分钟左右，把鸡肉烧趴就行了。出去了10来天，家里面养的鹿螺好多都已经凋零了，这一窝也特别多的黄叶子了，这一窝就直接挂了。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原因啊？只要没人的话，10来天感觉就要凋零。如果有人的话，还是一样的，不管它就能够活得好好的。难道真的是需要这个人气吗？鸡肉已经烧来差不多了，现在把粉皮放进去，和转的，调一点鸡精、白糖。粉皮下锅大约煮过2到3分钟，煮熟过后就可以关火出锅，汤汁也刚刚好。一定要拿个大点的夹子，用勺子把它刨平。再用热油给它呛一点干辣椒和干花椒上去，主要是增加一个胡辣的香味。来一点葱节，摇摇的香菜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非常好吃的老盐菜土飞鸡就做好了。榛子烧出来的鸡肉入味、麻辣、鲜香，啃起来非常的过瘾下饭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就下个。哎呀，开个饮料真累了。好吃。这什么东西？粉皮。哦，这个肉。鸡肉，这是从外婆家带过来的粉皮。这是什么？什么鸡肉？盐菜。鸡肉里面还掺和了这个盐菜的香。哎呀，我的饮料怎么自己跑出来了？这个鸡有点老了，嘎。要认着。做这道菜就是要这种鸡。过年这段时间嘛，吃的比较油腻。现在年过完了，我们就来吃一点比较清淡、营养的蔬菜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经费不够了哈。这个是秋葵，不晓得大家吃过没有？清水里面加入1勺盐，倒入秋葵，下手反复的抓洗，把它表皮的绒毛抓洗掉，并且清洗干净。
清洗干净后，在盐水里面泡过10来分钟的时间。2个红辣椒切成圈，吃的比较辣的朋友可以用小美辣。再来点小葱切成葱花，大蒜籽用刀配一下，剁成蒜末。碗内来一点糖、鸡精、生抽酱油、蒸鱼豉油、毛毛醋、香油。现在把它搅拌均匀备用。放蒸鱼豉油主要是增加一个回味，生抽增加盐味嘛，所以就没有特别放盐了。锅内水开后，来上1瓢盐，2滴植物油，下入清洗干净的秋葵。这个秋葵蒂我们是没有提前去掉的，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不流失。锅里面烧开过后，我们用大火煮1分半钟的时间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可以保证秋葵成熟，并且还有一点脆度。秋葵焯好后，用漏瓢漏出来。秋葵稍有冷却后，把蒂去掉，再用刀从中间片开。这个比较小嘛，这样子半个秋葵正好可以吃1次。翻过来，尽量籽朝上，才避免这里面这个粘液流失。这个粘液营养得很。我呢是一个比较精致的男人嘛，所以一般都会把它摆来比较撑展，好看一点。将才调好的味汁淋上去，这个味汁是确保整道菜有盐有味的，所以淋的时候给它淋均匀。再撒上辣椒圈、蒜末、葱花，再淋上一点7成油温的热油，把这些香味全部呛出来。我给大家摊牌了哈，其实这个秋葵是老本想吃。你自己想吃，说我想吃。好吃。有点微微辣，上面有点微辣，下面的不辣。开胃。你要秋葵吗？你多吃点。我就知道你想吃秋葵肯定是有目的的，还叫我多吃点。好冷的。下面的比较酸爽，上面的没那么酸爽，因为下面的泡的时间久一点嘛。辣度不够，用小米辣更爽。对，没有小米辣。有时有，就是太贵了，没买而已。刚刚过了年，吃的都比较素，这个夹起来还有一种粘液。我们那里，因为我们家在我们那里，我们吃话的嘛，在我们那里这个叫洋奶角。洋辣椒。它的学名叫秋葵。